处，大不了老子不干了。我心中偷偷腹诽，觉得自己怀才如怀孕，死活就是不孕不育。领导是世界上最奇葩的存在，有神一样的马云，也有傻叉一样的雷政富，让下属又爱又恨。那么问题来了，领导傻叉应该告诉他吗？有人认为领导就算是傻叉也不能告诉他，因为领导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得罪了他就等于得罪了自己的肚子。再说了，领导之所以能成为领导，肯定有非常的手段，说不定他故意装傻引蛇出洞。以前的帝王就用这手段平衡左右臣子。如果领导真是傻叉，那这样做岂不是作死啊？但也有人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领导也会犯错，他做错了就应该指出来，这是对工作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如果明知道领导傻叉又不告诉他，万一在工作中出现啥纰漏，到时说不定自己就会成为替罪羊。即使是马云也无法做到始终正确。总之说了以后，有人得到赏识，有人惨遭报复。各位看客，你觉得领导傻叉应该告诉他吗？而且其实还蛮好的，你看，他是没有被领导过的，我是被领导过的，他是领导。对啊，我们的角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反方肯定就是会说，会领导打压报复啊。员工和领导的关系就好比婆媳关系一样，媳妇儿再怎么给婆婆说出来她的观点，她还是心里面会跟着你。也跟老板也是一样，你把老板再亲，他其实你要是当面他说错的话，他心里面会记恨你，后面的话就弄死你。那这样的领导你还跟他在一起？对啊，这样领导那你就早走人啊！那我临走之前，我宁可骂一顿傻，起码我自己开心了。他们这边可以打包说，小小肯定会这么说。我换了工作之后，我就是要骂呀。那我自己爽啊！我说出来我不得内伤啊！给我一个表达自己的机会，怎么了？反正你傻，我牛，到哪儿都找到工作。对，就是这个态度。如今呢？因为你跟领导不在同一个层次嘛。对，打仗的时候，你看到他在上面弹琴，你觉得他是傻叉，可是这是他的策略跟谋略嘛。对，所以观感不一样，跟看的方向不一样，所以你才会认为领导是傻叉。可是分分钟最大的傻叉是你自己。那个领导傻叉应该告诉他吗？那个宝仪，你的普通话不太好，你猜猜这个傻叉的叉原来读什么？算了，好吧，这个话题我们不讨论了，好吗？这集结束了吧？我们7位选手按照自由意志分成了正方、反方。你们3位啊，花溪、潇潇和马薇薇认为领导傻叉应该告诉他。啊，你们4位啊，甜甜、颜如晶、刘思达和艾丽认为不应该告诉他。宝仪，你有领导吗？算有吧，你也是我的领导啊。你的领导没有了，没问题了。好，今天在座现场有好多我的领导，我是为了针对他们才起的这个话题啊。那如果你有一个领导，是他傻叉，你会告诉他吗？不会。你这么阴险？这不是阴不阴险，我觉得傻人有傻福。我们要珍惜这个人的福气。所以傻叉有叉福吗？因为傻叉有很多种，有很多种不同的层次。你遇到过多少种傻叉？说像你这好，你今天至少会遇到3种。好，所以你其实是支持反方。是。好，我要跟我们现场的观众和现在用 Pad、用手机和用 PC 来收看这个节目的网友，跟大家说，请做出你们的选择。好，3、2、1，停在这儿，58比42。小松老师，你没有领导，你就是我领导，唯一的，目前唯一的领导。我这说的是真事儿，因为我就一节目签在爱奇艺，所以我只有这一领导，我没有别的领导。我想想，你跟我以前说过没告诉有没有？我一直也没告诉你。我们不要做人身攻击，好不好？如果你有领导，他是个傻叉，你会告诉他吗？我先让康永哥选吧，因为对我来说都可以，反正你就坐我旁边嘛。所以康永哥先选。你是准备一会儿现告诉我是吗？让我选啊。我本来想要选不应该的，可是看到现在该的这一边票数比较少，也就是我们这个算法就是只要42变成43了，就赢了，就正方赢了啊！你太墙头草了吧，你这个人！我还是选不该好了，不该。你们俩是一波的哈。
那你就该吧。该吧。对，好吧，那咱一会儿就告诉我了。那既然是这样，我们现在正方只有42票，所以正方开始。我今天感觉非常奇怪，那个敢爱敢恨的姑娘刘思达居然站在了我的对面，因为我一直以为她是那种领导犯错她一定会说出来，并且你的工作环境也确实很危险。如果当领导的手从这儿摸到这儿的时候，你难道还不说吗？这不是傻，这是色狼。色狼就是傻一种。其实我非常懂大家为什么今天觉得华西为什么那个领导是这样摸自己的呢？我有阴影，我不敢过去摸。对呀，摸别人的是色狼，摸自己的是傻。不是，我要是过去摸，我要是过去摸了，有可能当场死在那儿。我有一些障碍，跨不过去。然后领导傻叉了，为什么不敢告诉他？因为我们担心丢了饭碗。我们怕领导，所以我们不敢给领导说。领导就有一种有朝一日权在手，天下全是我走狗的感觉。想象一下啊，如果，哎，这样说合适吗？全中国最大的那个领导犯了一个错误，不合适。你小心一点。好，退出，申请退出这节目。这样是一帮的。OK， 太危险了。我们想想一下，古代每一个君王旁边有一个人非常重要，他们叫什么？叫谏人，叫敢于直言上谏的人。他们就是明确指出领导傻的那一种人，对，傻叉的那一种人。当他们把领导的傻叉指出来之后，是推动整个社会往前进步的。所以领导傻叉影响的不是你一个人哦，是整个团队的进程。这个社会有太多种剥夺你语言的方法，就像刚才我想说的一些话，也许因为节目的原因我会被掐掉，也许有人会堵住我的喉舌，但是你被人。你们不要老想歪，我真的很认真，好吧？我没想歪，没有想歪，都是你先讲的。你是被什么堵住了喉舌？我被强权堵住了喉，我被领导傻堵住了喉舌。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以为这个寒冷的社会剥夺了我们说话的权利，其实不是，是我们自己懦弱的内心和脆弱的灵魂，让我们自己不敢去发声。领导傻一定要告诉他们，因为就是你们这些敢于站出来告诉你个傻不能这么做的人，才是推动这个社会往前进步的力量。谢谢。获得8票。8票。好吧，对方面谁呀？刘思达。刘思达是被人点了名的。其实啊，这个题目特别应景。现在这个社会上，人看人都觉得对方是傻叉，而且好像每个人的心中觉得这个世上只有我和傻叉这2种生物。但对傻叉，我们应该宽容一点儿。因为你都说了他就是个傻叉嘛，知错就改是聪明人才会做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讨论的是，领导如果是傻叉，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告诉他？我们的答案是不应该。为什么？首先我们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你是什么？你是一个员工，老板请你来不是让你去管他的，是让你去帮他的。就好像比如说，老板经常会打碎盘子，你跑过去应该做的事情是拿着扫把给他把盘子的那个残渣给清理干净，不是过去跟老板说，老板你真的很容易打碎盘子，你这样很傻叉，以后不要碰。还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古语叫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其实呢，你看你的父母一把屎一把尿，管你吃喝把你，对，管你吃喝把你养大，你这个时候能嫌你的爸妈长得不好看吗？一样的道理，我们只是说一个傻叉的领导，但一个傻叉的领导不是领导的钱，但一个傻叉的领导不等于一个坏领导。你想想，一个领导给你发工资，给你一个平台让你去发挥，管你吃管你喝，这个时候你不就是好。对呀，你不仅不感恩，你还要任性，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你再去，不要打断我了好吗？求求你了。就是你再去骂你的领导是个傻叉，你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一点以怨报德的意思？钱都收了。对呀，你拿了这份钱，你就要做你该做的事情啊，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 OK 了。所以说，人生如此，就摆正自己的位置，人间不拆嘛。刘思达，我觉得你成功的把这个话题引向了，如果父母傻叉，要不要告诉？一样嘛，老板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对不对？行，这是我们下一期的话题啊。马薇薇，谢谢各位。一般呢，什么叫谢谢各位？衣食父母，习惯性的，我的衣食父母一向都比较客气，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衣食父母相处过程中会出现3种傻叉。首先，先讲第一种，
刘思达讲到的那种会经常打碎盘子的父母傻叉。这个时候，我们应不应该指出这一点呢？刘思达说：“你不要指出哦，他每次打碎盘子，你就每次去扫喽。拜托，盘子也值钱的，你就不能告诉你的老板说，老板，你其实不太适合端盘子，拜托你以后不要端了，让别人来端吗？”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不是在对老板负责，是在对整个公司的盈利负责。你老板奔着弯路上走，你不管他，你为了你所谓的饭碗，砸掉的是大家的饭碗。这是第一种老板傻叉的情况。第二种老板傻叉的情况，刚才思达也提醒过，他是傻叉中的飞天神叉，飞天神叉。好，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告诉他了，你不适合端盘子，你每次都砸碎，他还不听，他说因为我有钱，任性。好，这种情况怎么办？很简单，注意什么是正能量。给我们人生中见到的每一个飞天神叉都添些堵，是我们正义的美少女，美少女。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你们各位活得比较憋屈？因为你们遇到极品神叉的时候都选择忍，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容易聚集成群。你放眼望去，人生尽是刀叉。好，你要再说我们就过100了。第三种情况是你们都没有考虑到的。就是你告诉老板傻叉之后，在漫长的工作实践里，你发现傻叉的其实是你自己。什么意思呢？因为他毕竟做到老板，不是靠抽签，不是靠买彩票，他能力在某种情况下是有可能比我强的。满东老师，我主要说的是你了。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你还在不告诉他呢？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告诉他？要。为什么？因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告诉他，你永远都觉得是社会误解了你，老板误解了你，我心中偷偷腹诽，觉得自己怀才如怀孕，死活就是不孕不育。明白吗？明白吗？你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我就是这么牛，但是老板不知道，我知道他傻叉，我不告诉他。你只有告诉他，让他狠狠地打你2个耳光，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傻叉的是你。谢谢。马薇薇之后，正方到了82票。马薇薇，刚才你说什么？我们美少女组合是吧？整个这个词里面，除了"美少"2个字有问题，其他都对。我谢谢您。你们对过去，对过去。我们不要，这个是栏目组借来的喇叭吗？笑梗，同事。好，83票，我觉得从42票到83票，范甜甜，你们就，你们有报纸吗？给我拿份报纸看，我没事儿干。马薇薇同学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为什么？马薇薇同学这一看呢，大家知道就是当领导的料子，知道吗？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是没当过。这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大不了老子不干了。你上过班吗？上过班吗？我真上过，然后上过几天班？你们大家都上过班吗？让甜甜姐给你上一课，好不好？同志们。姐姐又拿点子说呀。本人10年前演艺圈已经混不下去之后，决定另谋生路，不能给饿死啊！既然长得也不是很好看，也不是美少女组合，也日益的人老珠黄之后，改行。从什么开始做？从前台开始做，因为本人英文非常 OK。哪个公司那么背？广东话流利。不是，对。那个时候我说错了。那个时候25、26岁还行，那个时候25、26岁还行啊。从前台一直做到 marketing director， 花了6年的时间。告诉你们，在办公室职场是什么？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通过这6、7年的经历，我要告诉你这是什么？论一个傻在一个公司里存在的重要性。哎，不是，你不要老指着我行不行？他是这样一回不好意思，行不？我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对呀 ，sorry。
我告诉你，你说他听不懂啊？一个公司一定要有一个傻领导，为什么？如果他不存在，你就是这个公司的傻。还有一件好事，什么事呢？你至少不是这个公司唯一的傻，有俩。你以为公司老板不知道这个人是傻吗？就像刚才马文飞说的，是不是？老板也知道呀。那么为什么这个傻还存在，坚挺的存在着？因为傻的功能，他知道自己别的不行嘛，但他忠诚。忠诚度一般来说都是很高的，所以呢，老板需要这个傻存在，就是来告诉我公司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个傻就会把公司里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老板。所以说，论一个傻在这个公司重要的存在，你想任何一个公司有全部都是好，没有傻吗？不可能。你们公司有男的吗？这个话题呢，老实说，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论老板这个傻叉的事，你有没有需要考虑纠结？你就是傻叉，为什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全场都傻叉。还有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论一个傻存在的重要性，是不是？我们论下面一个论点，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告诉他和不告诉他的问题。我们中国传统文化5000年以来，含蓄是我们的美德。为此，我做了一个实验。你是哪国人？我是中国人。我做了一个实验，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戴了这个头套。我从昨天演出，晚上上海飞北京飞回来，从我演出结束一直戴着这个头花，一直戴到现在。我知道你是夜里在演出？没有，我大家，所以录影结束之后，我直接飞回来，一直戴着这个头带，一直戴到现在。我在做一个实验，我看谁会跑过来跟我说我是个傻叉，没有。一直到这里，化妆师偷偷的问了句：“范甜甜，你确定要带这个上场吗？”我确定啊，我很自信啊，我很确定。为什么？你知道傻叉和有病其实是有区别的。没有人告诉你前面那个，不一定没有人想后面那件事。老板，你放心，还好你现在不是我的老板，就算你傻，我也不会告诉你。很简单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会做这个实验？我戴着这个头套，很多人看到我第一眼就说：“哎呦，这个女人脑子是有点问题的，这个女的蛮傻叉的。”可是为什么你们没有告诉我呢？是不是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的文化？我们比较含蓄。我就说了，既然领导也会觉得你是傻叉，你也觉得领导是傻叉，英雄是英雄，我们惺惺相惜，傻是傻，能不能就让一切尽在不言中？谢谢大家。哇，83掰回到45，弯的都让你掰直了。我跟你讲，一切打回原形。了不起，潇潇。首先呢，我觉得刚才甜甜姐用非常不含蓄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含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她说，如果领导是傻叉，你也是傻叉，傻叉加傻叉，其乐融融。亲爱的，我要告诉你的是，就是如果领导是傻叉，我可以选择告诉他；但是如果我是傻叉，领导一定会开除我的。哦，你错了，刚才大家说了，喜欢傻叉员工了。但是呢，刚才大家说了，你的了。OK， 但是亲爱的，你没有搞清楚傻叉到底是一个什么含义。作为脏话小王子，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傻叉。大家一说傻叉呀，第一个反应是笨、蠢。No。我记得我的如今宝贝在海选的时候给笨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什么是笨？一个人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我们说他笨；一个人做错事的时候，我们说他笨；一个人做错事还不知道自己做错的时候，就更笨。这个是笨的含义。那傻叉呢？傻叉就是笨的黑暗升级版。什么时候我们会说一个人是傻叉？莫名其妙的，我干嘛骂你啊？这是一个有攻击性的字眼。我会说你是一个傻叉，说明你做的事情，你的笨，你的搞不清楚状况，你的做错事，已经伤害到我的个人利益、我的尊严，甚至是我的人格，当然包括公司的意义。刚才说什么我们的钱是领导发的 ？No， 我们的钱是公司给我们发的，四大宝贝。而且呢，大家说我们这一辈子都会遇到很多个傻叉，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别人的心中也当过傻叉。那如果这个傻叉是领导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拿这个节目来说，马东老师啊，马东老师，你的额度已经满了。马东老师是领导吧？雇了一帮导演，他为什么要雇他们？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全才，他有很多事情他也可能做得不够好。如果你让他去化妆室帮我粘双眼皮儿，你觉得他粘得好吗？你让他说，
你让他去服装间帮马薇薇瞧内衣，他可能想，但他不一定瞧得好。你让花溪，我没瞧过，你怎么知道我瞧得好瞧不好？所以说你想啊，用眼睛瞧吗？是，就这样瞧瞧内。什么叫调内衣啊？调内衣，所以他才要雇佣我们这些员工，因为术业有专攻，很多领域是我可以，他不可以的，因为他是领导。那他在这个节目的作用是什么？他就是一敲木鱼的呀。对呀，我觉得是杀伐决断，他就是下命令的那一个人。我觉得我应该配合你个表情。非常好，非常棒。那你们说，如果马东老师突然有一天他想不开，他要去呛服装师的行，他告诉马薇薇说：“薇薇啊，我觉得你比较适合爆乳，穿比基尼来录节目。”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从观赏性和可操作性的角度上来说，都是惨不忍睹的一件事情。这画面太美，观众朋友们，你们敢看吗？敢，谁说敢？你脏。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按照思达宝贝刚才说的，他要做一个懂事的员工，但是懂事并不代表安静。作为一个合格的员工，当我们的领导犯傻叉的时候，我们应该敢于谏言，勇于思，帮助他们找回那个聪明伶俐的自己。谢谢大家。好，正方又回到了57票。如果观众经常会左右摇摆，他们要实数啊。啊，这64啊。领导，入戏了，入戏了。艾丽，各位朋友，请听我说，我同意马薇薇这个大姐的观点啊。大姐姐的观点，我还看领导傻叉分3类，但其实你说哪一类都不对。第一类傻叉呢，叫做暂时性的傻叉，他其实是很牛叉的人，但最近脑子嗝屁了，突然做些傻叉的事儿哈。那你不用说，他过一阵儿他就会赶紧调整过来，而你这去说呢，你只会得罪人家。大家要记住啊，员工和领导的关系就好比婆媳关系一样，你婆婆再怎么疼你，那也不是你亲妈，你跟你妈妈可以各种吵，但你跟婆婆当面说几句，她弄死你。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这样。你跟你领导的关系当中那儿子是谁啊？那么第二类傻叉呢，属于永久性的傻叉。这种人的话，就一直会傻叉下去。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你也无法真正的让一个一直的傻叉变成牛叉的人。所以这个是我的建议，赶紧离开，换一家公司。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个人是傻叉，你还跟着他一直干下去，你就是那个最大的傻叉。跟对人比做对事在工作的时候更重要。而第3点，最后一类，你觉得傻叉，其实可能是你站在这儿，领导在这么高的高度，他其实不是傻叉，是你傻叉了，你没看到他那么牛。领导能做领导，无非2点：第一，能力强；第二，关系硬。这2个你都惹不起。如果你自己牛，你去当领导啊！所以我想说，领导傻叉，你别说，你去当领导 ，You can you up, no can no BB。非常感谢，谢谢。好，鉴于正方只有3个人，我们现在请2排的领导们发言。领导。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当领导傻叉的时候，往往问题很严重。那这个时候，我们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比较好的情况呢，是我们告诉他是傻叉，他还虚心纳谏，听懂了，那啥事儿没有。今天咱们不讨论。问题是，当你告诉领导傻叉的时候，有的时候领导不接受。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不仅不接受，而且有时候你发现你对牛弹琴，有时候你不仅在对牛弹琴，你会忽然发现这个牛它还要对你弹琴。有的时候不仅发现这个牛它要对你弹琴，这个牛它还想教你弹琴，这是最可怕的地方。当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不能忍了。所以说，艾丽说的很好，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离开这个领导，我们要离开他。但是问题是，离开他的时候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平时他是你的领导，平时他管你的生杀大权。当你觉得你不再跟他干的时候，你又觉得他是个傻叉，这个时候你就要勇敢的说出来。你就是个傻叉，所以这样的你的意见是说，当他不是你领导的时候，你再告诉他他是。没有。所以当领导你怎么听懂啊？对呀，我不傻呀你。我跟你讲，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虚心纳谏的领导一个都没碰到过，全都是虚心纳妾的。主持人
注意倾向性啊，注意倾向性。马东刚才是在讲自己的人生故事吧？你的领导都在看节目，都在现场。甜甜姐上课了，也上课。甜甜姐又要上课了。对。大家好，给你上一课。想辞职这么容易啊？没这么简单，提前3个月打报告，3个月之内我给你吃小鞋，不是给你吃。穿小鞋，好凶残的你！3个月之内我给你穿小鞋，你自己找一个道，你最晚一个走，你每天所有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我做的好事全归我，你做的所有错就全归你，知道吗？3个月之内小鞋穿死你，就是说了一句傻叉，让你3个月耗尽你所有精力。你去别的公司上班之后，我的 recommendation 全部写这人就是个傻叉，千万不要雇佣他。同一个行业不想再混了吧？如果你不想在同一个行业，你去卖大饼油条。所以说，一个傻叉后来的代价是千万万。如果不想知道的话，私下给你开一个 OK。首先，甜甜姐，你直接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并不是直接告诉，比如说，我觉得这个领导做的不对，我跑一遍，张总，您是一个傻叉。我不可能这么说嘛，我们还是要讲究点方式方法。那你的方式方法是什么？所以说，如果这个领导真的是一个傻叉，本来我不是傻叉，我跟着他，我变成了一个傻叉。如果你是傻叉的话，那我走啊，反正我牛叉，我他妈到哪儿找不到工作呀？哎呀，那你说的是牛叉的，不好意思，这个世界上傻叉多，牛叉少，不然这个世界不会现在这个世界了。OK。哎，规定动作没完呢啊！如今宝贝。其实啊，讲了这么多，大家觉得领导是傻叉最大的问题就是会产生问题嘛？不管前面3个同学告诉我们，领导傻叉过后会带来公司的损失也好，会带来国家未来的损失也好，所以他们才认为领导傻叉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否则问题很大。其实这只有一个问题而已，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用告诉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呢？其实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你不用告诉领导他是傻叉，所有问题也可以解决的。就好像你说，老板不断的打碎那些碗，怎么解决？把碗变成塑胶碗，他再怎么砸，那个碗都不会破。但是你又没有破了老板的面子，碗又没有破，这叫做什么？一举两得嘛，对不对？如果你想为未来国家有发展，什么理想什么之类的，这样你自己想办法做领导，因为你再怎么骂领导，领导也不会听的嘛。你是谁啊？是谁？你是粉丝过万可以入腹肌的花溪，又黑我。但是对领导来说，他还是不会听你的话嘛，因为他是一个傻叉嘛。如果傻叉能听得到下面说的话，我们还会说他是傻叉吗？再且，各位你们要注意，傻叉最大的问题只是他傻，他没有对不起你。他还是有出粮给你，他还是有对公司负责，而你最大的好处就是在傻的情况之下，依然有粮收，依然有工资。如果你可以一边的讨好老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一边很开心的把所有的工钱收进口袋的话，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如果去骂傻叉的，那才叫真正的傻叉，因为你搞不清楚状况，你以为你骂老板你很威，可是不是，你骂老板，结果最后就是你被炒而已。你说你今天炒了，你很牛，去哪一个公司都可以找你。我告诉你，傻叉哪里最多？领导层最多。去到哪里还是一样会遇到傻叉的。所以你换来换去，最后你发现唯有自己做领导的时候才不可能是傻叉。这时候别人当你是傻叉。29、29、25票，哪里有报纸啊？报纸拿来我看，我闲着没事干。好闲哦，我们。好，实际上很简单。刚才如晶说到了很重要的2个点。第一，你可以不要告诉你老板是傻叉，你偷偷把碗换成塑胶碗不就好了吗？第二，你老板反正也不会听你的。好，这个时候一定是我跟老板2个人中间一定有一个人智商有伤。明白了吗？好，我们最需要的是找出那个有伤的人，对他进行疗伤。好，对方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都不说，默默憋出内伤，对不对？我领我的工资，老板耍自己的叉，多开心！不会，
为什么？因为你真心认为你老板是傻叉的时候，你在工作中是不会做到真正愿意配合他的，你会消极怠工的，明白吗？老板认为你是傻叉的时候，他也许不会马上开除你，但他不会给你任何晋升机会。你以为你只是忍3个月的小鞋吗？不对，你是忍一辈子不得晋升的机会。这个时候还不如坦白撕破脸，告诉他我们2个中反正有一个是傻叉，你看是谁？他看我俩都傻叉。你如果觉得，你如果心胸宽广叉，对不对？大叉。好，这个时候你就会自己改正，对吧？好，如果你心胸狭隘叉，你就把我开掉。那开掉我会找工作，我会碰壁，我不走寻常路，没准就撞到了南墙上，有可能。可是人生如果不迈出这一步，你的智商永远都只是带伤。这个江涛，来，你站起来笑一下。先领导，什么叫领导？那是圣上，那是陛下，那是太上玉皇大帝。我之所以混到今天，我就发现我之所以混得这狼狈，因为我不会拍马屁。在一个公司当中，那就是那些拍马屁，领导说地球是方的，你不能说地球是圆的。领导说太阳从西边升起，你不能说太阳从东边升起。领导是什么呢？说你行你就行。江涛，这个，我们把你淘汰了之后啊，你是卧底。微博里面有一个人骂我，你知道吗？说为什么你把江涛淘汰？所以我今天又让你说了一句话，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你知道吗？哎，思达，你一直温柔的在那儿举手。我觉得对面6位同学啊，太蠢了，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要相信。很多员工一定有一个比你或者比领导更傻叉的替你去告诉他。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呢？你不要告诉领导，这就是去发现你身边的另外一个傻叉，你跟他说这个领导是傻叉，然后这个傻叉就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替你告诉领导。我跟你讲，我今天坐在这儿已经被很多人告诉了。对面说，今天我们跟领导说你是傻叉，其实是在帮领导纠正错误，是在爱你的一个表示。但是今天不告诉领导，你找一个其他的傻叉替我去爱你，谢谢。首先，思达，亲爱的，你应该是坐在我们这一边的，因为今天我们的辩题是领导是傻叉，要不要告诉他？你也选择告诉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首先，我们要找到这个傻叉，这个傻叉是谁？有可能就是你，你知道吗？我告诉大家，刚才对面一直在跟我们讲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领导是傻叉，我们不应该让他自己去发现。你都知道他是一个傻叉了，你还让他自己去发现，他发现得了吗？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告诉了领导你是一个傻叉，那他愿意进步就进步，他不愿意进步他开除我呀，他不进步我自己离开，我进步，可以了吧？最后一句话，好，好，时间到。现在是47票，正方目前领先5票。女神先说吧。我不是女神，首先，因为大家一直在纠结盘子这个事情哦。你听了半天只听到盘子。没有，我想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其实盘子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只是你想不想得到而已。换盘子是一种，你把玻璃盘子下面粘了胶带，让它摔了不会碎也是一种，只看你有没有脑子想到这件事情，不是一昧的冲着老板说你就是傻叉，然后这件事情就会解决。如果你真的自诩比别人更聪明的话，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在网络上，不管是骂别人也好，或者是嫌老板也好，都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优越感，证明自己比别人更好。这个音乐也太温馨了吧？因为他们以为你在讲自己的故事。我也可以说自己的故事，但是你说说吧。道理我们都听得很多了，来，就说说自己的故事。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曾经做过娱乐新闻的记者。那个是电视的娱乐新闻。然后呢，我记得那一年是香港电影金像奖公布了入围名单。然后我在做那则新闻的时候呢，我就说不行，我一定要把所有入围名单从头都念到尾，因为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也是入围者，我们一定要把他的荣誉都彰显了。然后呢，主管就一直跟我说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是娱乐新闻，我们有娱乐新闻的比重，你这样做的话呢，其实就会影响整个节目的好不好看。我说不行，你这样就是侮辱所有的工作人员。讲完了，结果我硬着头皮把那个新闻剪完了，播了5分钟，难看的要死。而且我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在办公室跟老板吵架。
然后我老板并不能说明老板是傻叉呀。对，所以我是傻叉，因为你在说别人是傻叉的时候，其实你只是想证明我不是傻叉而已，可是你并不知道你是不是。对。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比方说你想要说老板是傻叉的时候，你应该想的是，你是为了你好，还是为了他好，还是为了公司好？如果是为了别人好，一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而你从头到尾只想着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做伤害别人的事。所以我的选择就是，我不会跟老板说，而是我会用一个更圆融的方式，让所有人都更好。谢谢大家。献出了自己的青春故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因为很多正在听这场辩论的人还没有开始到公司工作，可能比较多的经验是在学校里面上课。就姑且把领导想成是我们的老师好了哈。你有想过你在看老师出的考题的时候，你心里面有骂过多少次老师是傻叉吗？就是老师是多么傻叉才会出这份考卷呢？可是最后考不出这个考卷是谁被当掉？不是老师被当掉，是你被当掉。所以如果你在考卷上就大大方方的写下说你是什么傻叉出这个考题，我跟你保证，不管你答得怎么样，你在这个学校都没有未来了。所以把这个事情延伸到往后去想象，在学校是这个处境，在公司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没有人想要听到自己是傻的，即使是像唐太宗这样子的贤君，他听这个臣子对他所做的箴言呢，也只能够听到一个程度，他就濒临那个发火的境界了。所以所有历朝历代要对皇上进言的这些忠臣呢，其实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文死无间。对，他就是知道我要是一句话得罪了他，我就死了。那这表示什么事情？就是从头到尾是没有人，包括在座的各位，包括马东，包括我在内，我们不想要被人家揭露我们是白痴啊。就是我就算您就举自己的例子说，我有 feel 到，他又挤过来了。我就算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体会到我是一个笨蛋，我也只能够自己偷偷的体会到，我受不了别人来告诉我这件事情。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我对大家建议，就是不要企图告诉别人是笨蛋，因为这个只会显露出你想要伤害你自己而已。那第二个简单的建议的来源是因为呢，每个人的位置不同、高度不同的时候，对于事情是否怎么做、优先顺序如何安排，是有不同的考量的。你在公司里面当前台也好，当秘书也好，当行销主管也好，你跟老板想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老板看的是整个公司这个月盈亏最关键的钱应该花在哪个刀口上。这时候你跑去跟他炒塑胶盘子的事情，他当然觉得你是个傻叉，就是公司再差20万就要倒掉，你跟他聊这个盘子的事情，角度不同的时候，你自然看别人是个傻叉，可是实际上在他的角度看，他看到的景观是不一样的。人生的阶段不同的时候，你对于傻的定义会不一样，所以不要急着伤害你认为傻的人，因为最后伤害是你自己的历练。好，谢谢。高团长，到了你力挽狂澜的3分球的时候了，29票啊，到42票，中间还有算不过来了，接着说吧。胜负只是一方面，这个我心里话还是要说，我觉得整个讨论都让我感觉到是完全在一个实用主义层面讨论，就是人如何生活的更苟且一点，啊，让自己能稍微的活下去，在丛林法则里自己怎么让自己更二一点，这样的话能领到粮食吃下去。但人生不只是这一点苟且，对吧？人还有对自己的要求。人受的教育一定不可能是如何生存下去的教育，就是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那你为什么读了那些《出师表》？你为什么读《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你为什么读方孝孺的故事？你觉得自己荡气回肠，对吗？就是因为你受的不仅仅是一个生存教育，你受的是我是一个人，我同时还有自己的追求。这个追求往小了说，也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对吗？往大了说，有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有我的责任，对吗？所以我要说你是一个傻，和你听不听其实没关系，那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我要求我自己到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把这句话说出来。你是唐太宗，那我魏征拜相，那我值了，我认了，是吧？我赶上唐太宗了。那你是朱棣，我方孝孺灭十族，那方孝孺灭了10族，其实还是有一只未死，但是他们改姓叫施。为什么施呢？方人也，就是我们骄傲我们的祖先是方孝孺，所以我们姓施叫方人也。不是，我们不会说我的祖先是个傻，因为他骂了他老板。我有一个傻祖先，
背灭十族，我们活下来的人也要姓施。所以这是一个人对自己的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要求。谢谢。当双方团长表达完之后，我们会发现，双方团长跟我们同学们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同学们在往里面走，而双方团长在往外面展开。这个话题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坐标是领导，是相对可以确定，但也是可以被摇摆的。另外一个是傻叉，傻叉是一个相对论概念，每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面看到的傻叉的位置都不一样，有测不准原理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双方没有把这个层面打开的时候，好像我们的话题都卷进去了。但是规则如此，我们只能够按照现在最终的规则来宣布结果。看一看结果，57对43，正方获胜。反方4位当中有谁会被淘汰？请3位写题板。艾丽，刘思达，颜如晶，范蛇蛇，甜甜啦，范甜甜啦，光绪皇帝的名字哦，范甜甜。好，宝仪，请在这个翻牌之前，先说一下为什么今天晚上我要翻这个人的牌。OK， 其实挺难的，因为你们讲的我都很赞同，其他另外3位的论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讲话铿锵有力。我只是挑选一个相对来讲，我觉得弱了一点点的人，并不是你不够好。你看我，你是很适合在 HR 部门工作的，我就是傻叉。哎，我是有时差啊，经了这一下午这差，所以我按照我的时差选了一个人啊。晕的啊，我也不得已选了一个人，因为他们4个今天表现都很好。对，那我今天选这个人是建立在从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到现在为止总体的印象来衡量，说也许辩论的场上暂时没有他，可以依然维持一个有趣的竞争的状况。哦，好，3位领导请翻牌。好，看题目。前段时间文章出轨那事儿闹得满城风雨，不就是精虫上脑，肉体偏离了一会儿轨道吗？人家马伊琍都没说啥，显得蛋疼的网友却对此口诛笔伐。肉体出轨有那么不可接受吗？停！你这就是典型的男人思维。肉体出轨说白了就是爱情败给了欲望，所有不合法的交配都是耍流氓。别拿生理需求去掩饰内心的贪婪。比起纯爱的精神出轨，肮脏龌龊的肉体出轨更不能被接受。但是有人认为肉体出轨多半是荷尔蒙撒野，只交配但不交心。可一旦精神出轨，俩人整天同床异梦，阴奉阳违，没准哪天就会东窗事发，还怎么在一起愉快玩耍？所以说精神出轨更加猛于虎啊！关于灵与肉的讨论，从古到今也没整明白，男女之间那点事儿，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诸位看客，你觉得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哪个更不能接受？精神出轨还是肉体出轨？我们接受不了肉体出轨，因为脏。那我要说的话就很简单，我这孩子是不是我的？是97%的安全率，不是100%的。他用过那么多，我不知道。好，看完我们这个小片之后，有想退出这个节目的，现在可以举手。太难了啊！题目啊，对，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我们首先说，悲催的人生出现了，你只能在这2个悲催的情境当中选择一个，没得选，他要么精神出轨，要么肉体出轨，你哪个更不能被接受？首先，让我们请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曾宝仪小姐。等一下，讲清楚一点。对啊，就是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你觉得哪一种更不容易被接受呢？什么我的人生经历？说起我爸爸呢，这个，你们拍什么手？这你们很了解是吗？我们不了解，你告诉我们吧。我觉得真的都挺难接受的，但更不能接受的可能是肉体出轨。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精神出轨，只要你不让我知道，我还是活得挺开心的。肉体出轨也可以不让你知道。但是。因为精神出轨痛苦的是你，
因为是你在那边纠结，我要喜欢这个还是我要喜欢那个。但是肉体出轨，脏的是我。你懂吗？你精神出轨，你干扰不了我，但你肉体出轨了，你这啊！讨厌，恶心。好，我追问一下，就是如果他可以精神出轨的话，你觉得出轨对象是谁？你会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在女明星里选的话，啊？都不行，不要女明星就可以，不要女明星都不行。其实不要啦，不要这样，我不想想，你们不要逼我。这是一个逼疯人的节目啊。OK， 他刚刚把一位男士从男朋友晋升到了未婚夫。对呀，你们就给他出这样的难题。所以他之所以能够从男友晋升为未婚夫，就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出轨过。那不一定哦。或者肉体出轨你根本就不知道呢，这样给你带来的伤害你也，我去死啊！运气怎么那么逼死人的节目？好吧，这个双方按照自由意志及模糊的性别选择了，的确选择了双方现在的立场，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但是这题特别绕，你知道吗？我现在不完全清楚。你们到底能接受的是什么？两个都不能接受，都得进猪笼。更不能接受精神出轨。就坦白说，很简单，如果两个都要判刑的话，我们认为肉体出轨判得轻一点，精神出轨要判得重一些。死刑。我们就说你们跟曾宝仪是不一样？反的，大家都把肉体跟精神分得太开了。对，真的肉体到一个的时候，其实精神也。懂吗？懂吗？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好好告诉我们一下吧。哎，我想问一下，当你的精神特别那什么的时候，你的肉体会自动也？南无观世，我自己扶起来，我休息好了吧。还有什么叫做肉体这样子？对呀，小姨你知道吗？就这两种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你精神上很这样的话，你的肉体。就这样，那叫自嗨。你是肉体上这样，精神上也这样，叫共嗨。海带呀海带，海带呀海带，海带呀海带，海带呀海带。呀，这是有区别的。我可以换下一题，可以换下一题。好，所以你们更不能接受的是精神出轨，那毫无疑问，你们就更不能接受的是肉体出轨。来，我们全场观众，请用你们的啪啪键来做出选择。3、2、1，好吧，我们来就凝固到这儿。我真的很期待那个高晓松老师这次又用什么国家大义来做这个 ending 啊！好好讲啊，拜托！还有什么古文？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有我的责任，对吗？再给我飙高音啊！高音给我飙上去啊！哎，太强！出师表是怎么讨论这个话题的？这个确实也能找到一些案例。好了，那个来，两位团长，那个谁高风亮节的先做出选择呢？我觉得鉴于康永哥的具体情况，康永哥那边可能肉体跟精神更合一一些。你有多分开？你可以告诉我。然后男女之间的事情，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选择都非常的多。但是康永哥这边可能就更加对这些更重视一些。是，所以我们摄影棚里面的100个人当中，目前呢比较不能接受精神出轨的是44个人，占少一点的人数。我也会站在这一边，我也更不能接受精神出轨所以更不能接受。那我就在你们这边不能接受肉体出轨，坚决不行。咱俩弄一个国家大义，国家大义，对，记得压轴啊！我们俩，所以你们俩一波啊，对，就是全场。现在目前精神和肉体结合的最好就是我。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吧。问题是你是傻叉呀！延续上一期的话题。我是精神和肉体结合的最好的领导。好，那就是正方支持的人比较少，所以从正方开始。
好，正方谁先说？我，今天我第一个开头炮嘛。你这个太假了，戏太过了，知道吗？哎，我想问一下甜甜，就你们俩现在这笑声，到底是精神上在这样，还是肉体上在这样？肉体。首先，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问题，我很痛苦，因为这是挑战我人生观的一件事情。因为对于我来说，肉体和精神我都不能接受，通通进猪笼，连眼睛的出轨都不行，看一眼就插瞎你的眼。这个就是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必须要选一个的话，两个非我逼的话，我选的是精神出轨的原因。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电视剧上看到很多镜头，就是欺男霸女的情况，只要一出现的时候，就会说花姑娘，你从了我吧。这个时候姑娘说，你就算占有了我的肉体，你也占有不了我的心，懂不懂？就说精神在某些方面是超过你的肉体的，明白没有？虽然我的肉体肮脏了，但是我的精神依然纯洁，这点很重要，你们没有考虑过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一句，男人最喜欢的什么？为什么对面是男人，我们这边是女人？因为男人通常喜欢用下半身来思考问题。这会儿我又是男人了。哦，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不是哦。他讲这句话是在不高兴吗？撒娇也世界的不公。好，那么我们说男人都很喜欢用下半身来思考问题，但是突然这个问题不对了，他精神出轨了，他开始用上半身开始思考问题了。如果下半身犯错的话，叫动物性的错误。动物性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家养了条狗，它隔壁上了隔壁的阿花，没关系，我还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如果他开始用人性开始思考，犯了人性上的错误呢？也就是我们家的狗吃我的，睡在我家，还去隔壁认贼作父，认了别人做主人，这个能够被接受吗？哦，你们没有想过来是吗？我们想过来了，我们正在想阿花是谁。隔壁家的母狗阿花。啊，果然第一个讲会压力很大啊，效果不是特别好的感觉呢。啊，没关系，这样说吧，如果出轨是一场犯罪的话，我认为谋杀的这个人啊，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你才是谋杀他们感情的杀手，你已经不是正宫娘娘了，正宫娘娘是他。哇，怎么没有反应呢？你们都没有感觉的？不是你们真的没有感觉吗？那个女人才是正宫娘娘，你是小三哎！哇，那位穿黄衣服的俩已经把耳朵堵起来了，受不了，崩溃了。啊！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我不想听。所以我说哦，肉体的肮脏算什么？算个屁！我告诉你，精神才是最可怕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叫同床异梦，你知道吗？你躺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心里想的人是别人；他看你的脸的时候，你的脸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不可怕吗？你们竟然还能接手肉体出轨？肉体出轨算什么呀？不就出去这个粉红灯没去过？我不相信。哎，没有去过，真没去过。啊！我告诉你，不要冒充自己是暖男，暖男就是男人中的绿茶婊。我告诉你，少来这套。是不是？哎，你发现你说女人的悲惨故事没人鼓掌，你骂男人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对，不是，这不是女人的悲惨故事，我是要让各位的姑娘们明白这个道理。其实就是精神出轨的可怕程度是高过这个的，高过肉体出轨的。男人我们知道有共识度说啊，下半身思考，你要是犯了点错误，我们还是能接受。一般来说，用数据说明，结婚之后很少因为肉体出轨而离婚的。但是精神出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这个男人已经不是你的了，他想的是我什么时候能跟你离婚才是真的，我什么时候跟你分手才是真的。你已经是被动的角色，你而不是主动了。不是我要不要原谅他，是你还拉不拉得住人家的心啊？哎呦，太难说了，等我下一轮再说，我累死了。哎呀，这个成绩依然很好，就是委屈了阿花。来，对面还有勇气站起来的，就不妨站起来吧。好。今天我们为什么说，相较于精神出轨，我们觉得肉体出轨更难接受？精神出轨就像我们甜甜姐说的，只是他不爱你了而已吗？一个人不爱另外一个人了，真的有那么难以原谅吗？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千千万万，爱情又是发生的那么巧妙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们两个在一起，突然有一天他不爱你了，你就说不，你不可原谅，你精神背叛我了，合理吗？爱情这种东西来去即快，可是肉体出轨是怎么回事？他今天出去嫖了。回来之后，他跟你那什么的时候，哎，突然觉得跟你做这个姿势好像没有跟他做那么开心。这个时候，你居然被他拿来跟一个性工作者进行比较，这是肉体出轨第一大不能原谅。就像男生应该都懂啊，比如说我对我们艾丽说：“艾丽，再次出
我爱你，我想要你，我觉得我假装演一下，我觉得我要跟你过一辈子，可是你满足不了我，我既不想跟你，也不想跟你，这是对男人的一种侮辱，你们知道吗？肉体出轨，它会在你们正常发生性生活，哎呦，这种话好不好意思说呀？这是在你和你正常的那个伴侣，就是轨内的伴侣行房事的时候，因为你曾经肉体出轨过，所以你会不自觉的拿来跟他对比。这种对比就是对你的伴侣的侮辱，你知道吗？你对我活的侮辱，精神出轨就是咱俩人不合适。华西你说的是中文吗？那个，你们没有听懂是吗？好，我就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如今在对面嘛，我为了让你更加浅显易懂的了解这个辩题，就是你特别爱吃一道菜，这是你对他的忠诚，结果有一天你出去吃了另外一个厨师做的相同的一道菜，然后你再回家吃自己妈妈做的这道菜的时候，你会这个口味没有我那个厨师做的好，这个摆盘没有那个厨师漂亮。你在这种对比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妈妈厨艺的一种侮辱哦。所以这种出轨最不可原谅就在于把自己的伴侣当什么呀？在对比这种东西，我是做不出来。谢谢。那个花心喜欢的是艾丽啊？没有啦，我就是为了打比方。是。所以其实是谁呢？你终于表白了，终于表白了，我们在一起。好，有请下一位。你让人家幻想一下什么？弄他！你们什么黑道啊？这哪儿来的人呢？这人弄他！来，把刀给你。马薇薇，好，花溪呢？刚才重点讲了2点，第一点叫嫌我们活不好，第2点嫌我们是盘菜。好，我们先看一下活不好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好，我活挺好的，实际上我活好了。怎么这么多儿化音呢？这个现场，同志们，我们镇定一下，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技术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2点共同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自己的伴侣工具化。什么意思？超可怕，你知道吗？无论是你的婚内伴侣，或者你的合法伴侣，亦或是你的婚外伴侣、非法伴侣，你都把他们当成什么？活好不好的工具进行比较，发现了没有？你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人呐。所以这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你的肉体出了问题，是你的精神出了问题。这2个人你都没有爱过，发现了吗？所以女生也好，男生也罢，最怕的不是被拿来跟人比，而是居然你不爱我了，发现了没有？而这个爱实际上是精神层次的东西。OK， 好，第2个点，你非说肉体出轨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会变脏。可是精神出轨嘛，无非就是开个小差，肉体依然好纯洁哟。好，你要做的比较是什么？一个是肉体上的变脏，一个是精神上的变脏，因为我的心里，对不对？把它只有你的心里也混进去了怪怪的东西，对不对？好，请问肉体洗干净更难，还是精神洗干净更难？明白吗？他无论在外面怎么鬼混，对不对？归根到底，你就当你们家添置了一样家用电器喽。回来洗一洗，凑合也能用。OK， 好，我就可是这个时候，他心头有了另外一个人。洗一洗，对，认真洗，洗更健康。谁在污质？但是你们听我说完，可是他心里有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是什么？是他心头的朱砂痣。是他心头的明月光。请问什么样的漂白剂能洗掉明月光，能干掉朱砂痣？你跟这样一个心头分分钟有浪漫场景的人日夜厮守，你觉得对你不是一种伤害，不是一种侮辱吗？你以为他就会像以前那样好好对你吗？人家连句话都不想跟你说。所以我们说，精神出轨更难接受。谢谢。我说一下啊。给我吗？可以啊。OK。我还是想说3点。
第一点呀，我想问我一拿到这个辩题啊，说实话我自己觉得有点晕，就是我所知道就是所有人呢都是灵魂，我们的大脑控制肉体的，所以我在想，一个人既然肉体都出轨了，他肯定是精神控制了肉体，他才可能去出轨。有一句话说，虽然嘴上说不想要，身体还是很诚实，胡扯，其实你就想要啊，你嘴上的话完全就是扯。所以啊，男生出轨，女生会嫌男生脏。而如果说女生出轨呢，我认为作为男生的话也真的很难忍受。最难忍受的呀，就是我知道我老婆出轨了，最可怕的一点就是不知道这孩子是不是自己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可怕，这真很可怕。大家都看过一个动画片，就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大家应该都看过这动画片。好残酷的童话。我每次有些时候会想想，如果我要是小头爸爸，我看着我的儿子头这么大。然后我再看邻居隔壁老王头也这么大，然后没事两个人就互相沟通。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最痛苦的就是辛辛苦苦一辈子，最后帮隔壁老王养孩子，真的很可怕。所以喜当爹是男生最可怕的事情，我们真的不能接受。最后刚讲到了离婚以及法律。在法律上，你不能正判一个人说啊，你精神出轨了啊，你在这方是弱势。只有真正的行为上发生的问题，我们才可以。如果最后判定一切人都是靠精神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怕了。有一句话结尾叫做“万恶淫为首”，但是论迹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完人。非常感谢，谢谢。你这老说这大头儿子这事，我听着很生气。开玩笑，我爸爸脑袋就不大。开玩笑，不是你为什么会把这事往自己身上装呢？我这来回来去听着，我就想我爸头挺小的。如晶，这个话题对于你来说，太勉强了吧？对啊，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播出去。连轨道都还没上就谈出轨是有点难度的。但其实这问题，我觉得我听了这么多，听了大概4位吧，讲到这里我是很奇怪，大家到底是什么年代的？就你怕你孩子出来的时候跟隔壁的孩子头一样大，然后你怀疑那是不是你的孩子？还是会这什么年代的事情啊？这还有 DNA 这样事情？如果你真的是怀疑，而且也没有人真是出轨出到你邻居的孩子跟你头一样大吧？有。所以这只是动画片的世界，好不好？还有刚才说什么嫌身体肮脏？我知道，虽然我还很干净，这完全不用担心。但是现实上有真的很多人是结了婚才开始肮脏的吗？我的意思是，大家都不是第一次，有怎么可能大家都是他第3、第4、第5、第6、第7任男朋友、女朋友了？怎么你不嫌你的男朋友或他的女朋友肮脏呢？问题在哪里了呢？为什么你们在一起了，你开始嫌对方跟别人的时候会肮脏？他其实也跟过很多不一样的人呢，对不对？你只是刚好是最后一个而已。所以问题不是他给人摸了，给人了，是他答应过你，我以后我不会再其他人嘛，对不对？他答应过你了，你的精神层面上，你的灵魂知道，从此以后他的身体只属于我的。可能你以前有肮脏过，但是以后不能肮脏。所以肮不肮脏，前提是有没有爱对方。如果你不爱他，他怎么脏都不关我的事，因为他不会来碰我嘛，对不对？所以精神是决定着你的肉体。如果你们想象一下，一个精神出轨的人，你跟他是什么？就是一个灵魂出窍的人，就是这时候你的不是一个躯体，是一个尸体，是一个尸体。如果你是被出轨那个，你是被当成的是尸体，他可能在跟你做运动的时候，他要靠想象来助兴，是不是？我未来的你真的确定你的？他很纯洁的，很纯洁，我是用这几天在这里旁听的经验吸取的，所以幕后是好听很多的。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没有了灵魂的爱情，即
使他那个人的身体多么干净，也只是一个很干净的尸体而已，是没有用的，不值得再在这一段感情里面投资。可是，如果这一段感情他肉体出轨，可以是一时的意外，可以是一时的意乱情迷，但是过后风浪过后，他还爱你，至少这段感情还有投资的必要。所以，如果要我硬接受有出轨的时候，我宁愿接受还有投资必要的肉体出轨，也不要把自己变成一道尸体，就是这样简单。没错。你改主意了吗？女生可以改啊，要改就改。就现在随时可以改。我可以当墙头草。没问题，没问题。哦，目前还没有要改。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但我还有别的论点可以。还有安七炫没听？安七炫，跟我们分享自己的故事。来吧，潇潇。真的听了如今宝贝的话，我对这傻姑娘真的产生了莫大的同情，你知道吗？你刚刚一直在说什么精神要高于肉体，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跟你说，亲爱的，我心里住了另外一个人，但是因为我爱你，有你的位置，我保证不跟他发生任何肉体行为。骗你的，我信。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亲爱的，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睡了。但是我脑袋里想的完全都是你，我呸！刚才甜甜姐和薇薇姐一直都站在一个大女人的角度，呼吁在座的姐妹们，精神出轨比较可怕。但是我是一个男人。恭喜恭喜！不可以，说恭喜也不行。我是一个男人，我是一个射手座的男人。不管从科学还是迷信的角度上来说，我都是一个禽兽。那作为一个禽兽，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我每天干的是什么事情呢？精神出轨。我看到美好的事物，我就会产生无限的向往。在座的男生和女生朋友们，我不管你们有没有恋爱，还是有没有结婚，我想请问你们，女生，你们看韩剧吧？看。不看，你长成你梳一个韩国人的头发，你跟我说你不看。你们看韩剧，你们再看看你们旁边的男朋友或者老公，他们有都教授那大刘海吗？他们有李敏镐那大长腿吗？你偶尔意淫一下，精神出个轨，开个小差，怎么了？在座的男生朋友们，你们看，我不信你们看着的时候，脑袋里还想着你们的老婆，那你记得起来吗？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可怕的事实，就是当我们像对面一样对我们高标准、严要求，我们的肉体坚决不能出轨。但是没办法呀，这个命题就是告诉我们，你只能选择一个。那我们的道德感作祟，那我们就只能选择精神出轨。而且最后我再回答薇薇姐刚才一个问题，什么朱砂痣啊、明月光，我告诉你，肉体出轨最可怕的一点在于什么？你很有可能你肉体出轨完了，你带回来一些脏东西；还有一种可能，你出去传播了一些所谓爱的结晶。你说我出轨伤了你的心，但是你肉体出轨有可能要了我的命。谢谢。整个的过程当中，康永老师一直在叼着他的魔法棒，想把它吃进去。正在玩吞宝剑的游戏。议长，我想请问一个事情，就是只是纯粹好奇，倒不是要跟你讨论啊，就是你刚刚讲到说，大家对于都教授啦，对于李敏镐就是一个精神上出轨一下，调剂一下生活嘛。可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些女生其实无法够得到都教授跟李敏镐？万一够得到的时候，他们不会肉体也顺便出轨吗？所以没有办法分得很清楚。对啊，思达就姑且相信你是公正的局外人好了。他不公正，他选择了我。如果你够得到都教授或者李敏镐的话，除了在精神上意淫他们之外，不会顺便肉体上也来一下吗？好难哦，这一题。他最近在迷彭于晏。我最近已经在风口浪尖了，不要让我从一个绿茶婊变成一个纯婊。彭于晏你怎么样？突然等到一口口水。刚刚那题真的蛮难的，是你说看
都教授的时候，或者说你看翻滚吧阿信的时候，你心里没有那么一点点。可是那彭于晏我是碰得到的哦。你碰过彭于晏？没有，我是说他可能坐我旁边，我访问他，我是碰得到他的。你访问他的时候，你手就这样搭着吗？你好，康永哥，我也碰你了，好不好？对，但是你会不会？你碰一下我啊。这我要想一下，我也是会挑的，好吗？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连锁反应。对，彭于晏这题很难。不是，没有很难啊，不是很难，只是想跟彭于晏睡觉啊，我没有想跟他谈恋爱啊。你不会真的做这件事啊？不，如果他真的要跟我睡觉，可以啊。不要。不是谈恋爱不行，太远了，没有机会的嘛。因为我要说的是，肉体出轨的风险非常大。我觉得，当你精神出轨的时候，你还可以悬崖勒马。就我想的是，如果我男友精神出轨了，他并没有肉体出轨，可能他心里还有着我，想说，我还是不要冒这个最后的险。你找他来聊男友。但他如果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讲到她男友，真是。但他如果都把我丢到一边了，牵着一个手的就奔某个地方去了，那我觉得那一刻他心里是完全没有我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说，肉体出轨又更危险了。这样还会带他去家族旅行吗？好，谈别的话题，谈别的话题。微微，实际上无论是就是宝仪，亦或是对方的几位啊，你们这几位肉身派主要的担心，不，这让我说下去，先不要急着闹嘛，对不对？好，你们这种比较注重肉身派的，它的风险是很实际的，这是我承认的。会有健康风险，对不对？会有现实社会的舆论压力风险，被人发现的风险，这些我通通都认。但是由于它的风险如此的实际，其实诚如今和甜甜刚才所讲的，所以它可以用非常现实的手段去加以防范。什么意思？真爱要带吗？这是一个充满了保险的社会。好，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你们刚才很混淆了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就是意淫和精神出轨之间的差距。什么意思？肉体出轨一定是双向的嘛，对不对？啊，我的伴侣出了轨，他婚外的那个无论是男是女，跟他肯定是两厢情愿的，才叫肉体出轨，他单方面那叫强奸，对吧 ？OK， 好，那么精神出轨同理可证，也一定是双向的，对不对？我跟彭于晏，好歹我愿意喜欢他，他也得愿意喜欢我，不然叫单恋嘛，对不对？我个人看韩星自己在那看着流口水，看到都教授飙鼻血，那叫意淫嘛。这时候我强行跟报纸说，不好意思，最近我跟都教授精神出轨，会挨揍的好吗？所以你们不要混淆说两个人在一起。我有没有权利意淫？有，你有权利意淫整个地球，所有物种，宇宙属于你，好吗？但是这不等于精神出轨。非常好。错。刚才薇薇姐说错了一句话，那就是精神出轨它可怕的地方在哪儿？它可怕的地方在于你不知道他精神出轨了，你没有办法控制他精神出轨了。很有可能我躺在你的旁边，但是你不知道我脑袋里面想的是另外一个人，这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对，好可怕，好可怕。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精神出轨，这是一个不可控的一个事实。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马姐，你老公跟别的女人上床了，这件事对你的打击性比较大，还是我告诉你，马姐，我觉得你老公精神出轨了？不，还有，我刚才马薇包括范甜甜一直在告诉广大的女性，我们要以精神为上，肉体的事情能防吗？安全吗？真爱无敌吗？但是我要告诉在座所有的女生朋友，如果她精神出轨了，不管她用哪一种出轨方式，哪怕她是意淫，你可以正确的加以引导，反正她肉体不离开你，这就是我们的命题的假设性嘛。那如果她肉体出轨了，直接，谢谢大家。好，那个我们加一下。好，双方各一次发言机会了，好吗？你们这边谁说？我说。卢晶说。对。其实东西道理是很简单，你们用了很多很复杂的方法来讲。你其实就无非是告诉我，精神出轨过后没有什么很实际的伤害，因为精神是抽象的。即使别人说你的老公精神出轨，你也感觉不到伤害，这是你错了。
因为精神出轨其实是会带来家庭冷暴力的。当你的老公或是你的伴侣精神出轨过后，就是他把所有的精神跟想象已经投注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不会打你，也不会特别关心你。这一种伤害也是对你本身的精神伤害，也是对你感情跟家庭伴侣生活的一种伤害。所以第一，它是有实际伤害的。第二，你们一直告诉我们肉体出轨其实就是很严重的，就又有病啊，这个那一个的。其实各位，其实出轨两样东西，就好像你们很喜欢讲，就是吃一道菜。我告诉你们，男人可能小小真是不够男人。叶如姐，是攻击，你都要这么对我，很明显是不是？男人是什么？吃过了就可以回家了，没有吃过的话就会有无限的想象。我很喜欢吃一道菜，比如我很喜欢吃面包。如果我吃过过后我满足了，我也知道味道了，这样我就可以了。可是如果那个面包是我一直想象，大家都说很好吃，可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话，那你在外面吃饱了就回家不吃家里的面包，那家里面包不就馊了吗？家里的面包还要吃的，可是外面的我也吃的。太累了，太累了。所以那就是你不断的想象这外面的面包多好吃，永远都不会停的。直到你吃到为止。是不是？我自己回答吧，是。所以精神出轨其实要断尾，比肉体出轨要断尾来的更难。是断尾，你知道，对，断尾。你可是你自己刚才说了半天，我怎么觉得你在证明的是那方的观点？因为你自己说了半天，精神出轨，总有一天他要肉体出轨。对啊，所以可见肉体出轨更难忍受啊，对，是吧？对，肉体出轨更要命。出轨的人容易回家，他不会精神出轨。可是精神出轨的人最终会走向肉体出轨的道路，是双重出轨，更不能接受。没有最终。我简单的说一下，最后你们的一次发言啊。好，薇薇姐把我们定义成为肉身派，好，我把你定义成为精神派。刚才谈风险，给你谈风险。我们神经派。精神派的风险是什么？他们说只要真爱至上，肉体可以带到，没错。可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外而内，肉体的堕落恰恰是灵魂走向滑坡的第一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上的制度与法治都是先限定你的行为，再去管你的道德和精神层面上的东西。你们以精神至上，也许然后你们就可以忽略手段的正当性以及手段可能会带来的危害，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好了，为了给艾丽多留一点时间，我就说这么多。我就说三个名字，一个是一本书叫《1984》，一个是一部电影呢叫做《少数派报告》，最后呢就是一个名字叫林徽因，就这三个。我只想说，当我们只靠精神去评判一个人的时候，这个社会会很危险，这个家庭会很恐怖，这个爱情的话继续不下去。那我也要说一句话，那我也要说一句话，当你的精神出轨有了动机之后，忠贞这两个字就是男人的贞操带，破了就再也补不回来了，记住吧。好，我们现在看看票数啊，正方54，目前是正方领先，因为好像获得了10票左右。两位，我觉得这一方，当然3位姑娘啊，有的是特别纯洁，有的活儿特别好，基本上可以代表了这个各个层面的女性的发言。但是我觉得她们，不管是身经百战呢，还是还没上战场的，都共同有一个幻想，就是好像有一种完全离开了精神的肉体的行为。这个你们不太了解男人，男人没有精神都起来，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你拿块五花肉来就可以的。这个对，所以实际上我不同意薇薇说的一定要有一个对方才叫精神出轨，那对方是有另一条轨道，出轨是离开了这个轨道，至于他有没有另一条轨道上去，那是第二步的事情。那首先一个人特别爱你的时候，他不会去嫖娼的，他不会去干那些事情的，啊，所以没有单纯的拿下半身思考的，都是女性对男性的不了解，啊，或者男性可能是精神出轨比较容易比较多。请教一下，他说了好大的秘密。请教一下，就是那男生出去进行性交易的时候，不就是纯粹的肉体出轨吗？那如果他是一个有妻子的人，他要想走到那一步的时候，他是需要先精神
能想通才可是去能干这嫖个事儿。的时候，你并不会对于那个性工作者有爱情上面没有啊，的当然没有啊。我说的是从这儿出轨，没有说去那条轨道，对吗？自己解决算出轨吗？也算下轨道了。对，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那什么，就是下了这个轨道的界限在哪？你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不要用按钮，我们就用举手就好了，好不好？肉体出轨。让我问一下在场的100个人，就是这题不涉及你们个人的道德判断，我们只是好奇你们的定义而已。自己解决，你认为算出轨的举手，好吧？自己解决算出轨吗？啊，没有任何人觉得这是出轨，因为你们这艾丽觉得是，不，自己解决也是出轨啊，人生好艰难啊，艾丽，他装大尾巴狼。我们说的肉体出轨就是和别人性交，这就叫肉体出轨。当然不一定那个人爱你，比如说我最喜欢的茨威格作家，那你现在的定义是一封陌生女人来信。并没有那个男的多爱她，但是她一生对这个男人的爱，那简直就不叫。对，即使是单方的也成立。对呀，他爱，单方的。对啊，你简直是个情圣啊！就是不是我没有说我要爱上谁，我出了这个轨，对吗？这是我说的。我们两边定义不同。对，这是我说的第一点。我说的第二点是，人生总要有一个判断的任何一个东西的尺子吧？是。你有这个尺子，你才能说你今天这个不行，对吗？你今天这个我可以容忍。你如果没有这条尺子，说这精神出轨，你说今天我容忍你了，对你的配偶还生气了，说你容忍我什么呀？对吧？两个人婚姻生活最开始的时候的承诺就是说，我承诺我不跟别人睡觉，对吧？我承诺不碰别人的肉体，这是我要做到，而且我能做到，而且我做不到，你就有权利惩罚我的，对吧？如果男人被逮着肉体出轨，男人下跪都很正常，因为他觉得我真的错了。当你逮男人精神出轨的时候，男人没准给你一大嘴巴，对吧？你有病，咱俩生活的好，你有病，你追我这事儿干嘛呀？对吗？所以，如果两个人想好好生活，有尺度，能抓到，能惩罚的事情，当然是重要的。当然越过这条是不行的，是不能容忍的。剩下那些事情，你要想去追那个事情，那你这一生，那你就别和一个人一起生活。你只要和一个人一起生活。他不管是一封陌生女人来信也好，还是他会爱上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好，这些事情太正常，但是他能克制，他克制的结果就是他不去肉体出轨，对吗？就是那条线，就是条线，对。蔡探长，美国人结婚的时候啊，宣誓的内容当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我们两个现在结为夫妻，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别。实际上呢，承诺是一件事情，那是我们怀抱着对于婚姻的理想。婚姻的理想不是真实可以依赖跟实现的事情。我认为一夫一妻制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本来就使得很多人受到了巨大的压抑。所以如果高晓松能够做到承诺了在婚姻中一夫一妻，然后始终维持忠诚，我真的会尊称你一声情圣。因为我碰到的所有在座的长辈的女性对各位美眉的教导，都会说你们结婚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这句话你们也许不想要妥协，可是是他们累积的人生经验所告诉你们的。最近网络上很流行的一个照片，就是英国女王看着她的夫婿，然后说：“哎呀，这个夫婿为了女王放弃了自己的地位，然后甘心几十年来只担任衬托女王的一个侍卫，所以这是多么甜蜜这件事情。”然后马上就被懂英国国情的人嘲笑说：“拜托，她这个老公在外面搞出多少私生子来，你都不知道吗？他最大的私生子都比你跟英国女王生的那个小孩还要再大2岁呢。”所以英国女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维持住这个婚姻的稳定活下来的。连英国皇家，连全世界地球上最有权势的女性尚且如此，她难道无法找100个侍卫来围住她丈夫说看守她，不准她出去跟任何人乱搞？她做得到，她不会这样做。她知道人性需要出口。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件什么事情？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件，你既然在意对方出轨，你在意的是什么？是希望他还会再回到这个轨道上来。如果你已经不在乎他回不回到这个轨道来，你管他去死啊！他飞到外宇宙也不关你的事情啊。那如果你希望他回到这个轨道来，我只有一个立场：哪个事情比较好收拾？
哪个事情他比较容易回得来？我的建议是，肉体出轨他比较容易回得来，我们两个可能还有未来可谈。精神出轨，叫他回来可能性甚低，所以我知道这2件事情都不令人高兴。我只是在这样讲说，如果你一定要在意的话，精神出轨他回来的可能性比肉体出轨低得多，所以精神出轨比较可怕。你变主意了吗？我没有变主意啊，因为我挺赞成高松老师说的，因为如果今天我们是就一个1夫1妻制的基础在聊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就是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去做这件事。我们签了这个合约到底为什么？就是小文老师刚刚说的嘛，那I want others 嘛，对不对？那精神出轨，比方说演戏，我们很多演员，男女主角，他们真的在戏里面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他们心里没有一丝一毫觉得我真心爱上你了吗？当我们看得这么投入的时候，觉得说哇，他们应该就在一起了，这些勾勾手不是开玩笑的啊，在一起吧，在一起吧，在一起吧。但是如果他们分别都有家庭，守住了最后那道防线，回家了，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过程。然后我们也得到了很好的戏剧，我们也看到了哦，爱曾经存在过，但是他后来就回家了。但如果哦，爱得死去活来，耶，那你就过了那条线了。那你在过那条线的时候，你心里想，就我刚刚说的，你过那条线的时候，你心里其实就没有想着后面的那个人了，那你就是要往前走了嘛。所以我觉得肉体出轨需要的勇气比精神出轨还要来得更大，而且我始终说那句，他精神出轨，我不知道，痛苦的是他，跟我没关系。因为是他在做抉择，我依然爱他。议长大人，我明白。我要控诉一件事情。这一对的人呐，这一对的人始终把精神出轨跟肉体出轨绑在一起，这不符合我们今天辩论的立场。我们的辩论立场是两者择一。宝仪刚刚举的例子是错的，你只能够讲说这2个演戏的人演的风生水起的时候，他们只上了床，而没有精神上的部分。那这个事情好不好收拾？他们就默默在剧组里面上了一次床，同了一次房间，然后这事情就结束了。这个才是我们所定义的肉体出轨比较不严重。你不能够再把精神出轨也扯进来说他们先恋爱，然后又上床，那样就不符合我们今天双方辩论的立场。好吧，这样吧，如果照你这样辩论，我们这一方肯定输嘛，因为我们只有精神，而你们又有精神又有肉体，那当然是我们输啊。这个节目或者叫这个游戏，最好玩的地方，就是能够激起我们在场100个人和这位第一次闯进这个游戏的女神感同身受的那个瞬间。我们的好多话题都能够在我们现场引起很多人的沉默，而不是欢呼。欢呼的那一刻，不是这个现场最有魅力的时候。最有魅力的是这个现场全部陷入沉默的时候。因为这个现场的游戏者其实是2位团长和坐在前排的选手，因为他们是参与辩论的人，他们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立场上，然后去完成这个游戏。但是他们的话居然能够让在场的人信以为真，进入情境，产生思考，这才是这个节目最好玩的地方。但是我是一个严肃的主持人，请跟我一块儿从这个游戏这种深思里面跳出来，让我们回到这个游戏的现场，好吗？因为在这个现场里面，重要的不是得出结论，重要的是看看所有人的逻辑，不同之处在哪儿。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选手，一个大的问题，爱用道德或者叫前置道德去击败对方。而2位团长永远往高处领人，永远在用人性的光芒去感召你。这也许是选手和我们2位团长最大的区别。但不管怎样，现在刚好是50比50，我们的初始设置是44比56。我们全场观众最后一次选择啪啪键，支持还是反对？5、4、3、2、1，有人变主意吗？没有，让我们凝固这个瞬间，看看结果。
男神，你们当中将有一个人被淘汰，因为从下一期节目开始，我们就进入了最后5强了，所以今天被淘汰的人是最后一个离开《奇葩说》现场的选手，所以我给你们一个特权，每个人在3位有决定权的人面前给自己拉拉票，可以吗？谁先说？我先说吧，其实我觉得我能参加在这个节目里面，并且走到现在，真的已经收获了非常多了。如果让我继续走，我也挺开心的。但是我走到现在真的不后悔，就这样，谢谢。艾丽，我特别喜欢《奇葩说》这个节目，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讲个小故事啊，就是古代在西欧的时候，国王旁边有一个人，这个人在英文当中叫做 fool 小丑，他每次都说笑话。但他每次都是把最关键的道理、最精华的人生哲学用笑话讲给了这国王听。我觉得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像《奇葩说》这样把真正的道理扒在笑话这个果实里面给人们去听的一个小的节目。所以我认为我能站在这个历史上的节目真的非常激动，我希望一直能走下去。非常感谢，谢谢。潇潇，我觉得其实我不管到哪个舞台上说了多少的话，然后能够站到现在，其实是有一些特殊意义的，因为。就像老师还是选手都一直在开玩笑，你可能不像个男人或者这那的，但是我觉得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为在社会上可能觉得是奇葩，像我这样子的奇葩的人，说一些话，发出一些声音。我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做的工作都是在说话，然后一直以来都被别人当成奇葩。当我来到奇葩说的时候，无数个人告诉我说，潇潇奇葩说是一个特别适合你的舞台。那其实能走到今天，我觉得我问心无愧，但我觉得我可以走得更远。谢谢。很好，来吧，3位，很好，做出你们的选择吧。好，来说说为什么吧。因为笔画正好合适。啊，充足的理由。到你了。我觉得节目已经录得够长了，那他已经把别离感言说了，所以就差不多了。充足的理由。蔡团长。不是我想淘汰这个人，是我不想淘汰另外2个人。很好。哦，你是最充足的理由。我们来先看看蔡团长的选择。康永哥的说话之道真是太棒了，他真的太棒了。他淘汰了艾丽，因为他不想淘汰另外2个人。看看宝仪，我很明显吧。花溪，那就我这一票变得很重要。